好，我们今天来录制一期《钢铁雄心4》10分钟入门教程。首先，我们直接选择39年的德国剧本，然后正常难度启动。进入游戏之后，我们按住 Shift 键，然后点击上方这个红色图标未分配的陆军师，就可以选中所有部队，然后点下方的加号，就能把它们编成一个集团军。然后我们根据不同的地区来分配不同的集团军。比如克林斯堡这边就可以分一堆，然后其他地方按自己手感来分。为什么要分？是因为一个将领只能指挥24个师，所以我们一个集团军不能超过24个师，不然的话将领自带的这些小 buff 我们就吃不全了。所有将领都配好之后，我们可以选择画这个集团军群，把3个集团军放到一个集团军群里面，然后我们可以再安排一个元帅。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画一整条战线的进攻线，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集团军给它画上进攻线，这是最简便的一个操作。这样的话，4个集团军都能吃到我们的计划加成。计划加成也是一个 buff， 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我们把鼠标放到后面这个槽来，它目前没有涨，等它涨起来就能看出来。39年剧本我们开局就可以直接宣战，所以我们不等直接宣战了。宣战的时候会显示有潜在的敌人，也就是他们饱读了波兰。只要我们对波兰宣战，也相当于对这个英国和法国宣战。我们只要点计划上方这个行动键，就可以开始整个计划，部队就会沿着我们的计划开始进攻。如果想让部队进攻的更快一点，我们就可以给它切换成这个激进的计划。好，我们现在来讲本期教学的核心内容：如何打赢一场战争。钢4的陆战实际上就是一个比大小的过程。首先，我们最重要的核心数据是这个软攻，在这个战争界面会显示，软攻就是对人员杀伤的简称。我们目前这个步兵师的软攻是100点，如果我们想打赢对手，那我们得保证我们的总软攻大于对面的总防御。目前我们这个界面里面有4个师进入了战斗，然后他们的总软攻加起来接近250，而对面的防御只有78，所以我们的软攻是远大于对面防御的。如何保证我们有较高的软攻？那需要在我们编制里面装这个火炮以及火炮支援连，因为它给我们额外加的软攻比较多。我们可以通过给我们这个编制里面额外加炮兵来提高我们的软攻。为了提高我们的这个软攻，我们得升级我们的火炮性能，所以我们得把这个火炮的科技给它研究起来。我们这边点开一个步兵师的面板，可以看出来，它这个是需要装备的，整体的装备数量会影响我们整体的这个部队数据。如果我们装备不满的话，那我们的数据也会根据这个装备缺损的这个情况相应减少。所以我们想保证我们部队满状态，然后这个数据都很高的这个情况，那必须得保证满装备。通常我们可以在后勤界面看出我们这个装备是否缺损。如果发现缺损，那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个装备的生产工厂数量来补我们的装备。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补我们的装备，那就再点开这个资源，去贸易界面买相应的资源。这样的话，我们能保证最大的产能去产我们的装备。当我们软攻远高于对面防御的时候，对面的这个绿色状态条，也就是组织度会降低的很快。一旦它低到一定程度，对面就会开始被迫撤退，也就是被我们击溃了，然后向任意一个后方溃退。同样，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也会承受对面的攻击，也就是对面的软攻会打在我们的这个防御上面。我们进攻时的防御又叫突破，所以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总突破要大于对面的软攻。这样我们的组织度掉了没有对面的快，我们就能保证在一个很高的组织度的情况下进入下一格。所以我们突破这个数值也非常重要。如果想提高我们的突破数值，那我们需要在我们这个编辑栏里面给这个部队加一点突破。一般只有装甲部队是加突破加的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装配这个坦克营来给我们增加突破。为了拥有更高性能的坦克，所以我们需要及时研究这个坦克底盘。我们这边打开空军地图，选择我们的机场，然后右键就可以对这片区域执行计划了。我们把我们需要的计划全点上，
把周围的飞机全点过来，执行我们需要的空军计划。现在再打开这个战斗面板，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战斗面板上面多了一个飞机进场的这个数值。把鼠标移动到上面这个面板，可以看到我们对敌人组织度造成了2伤害，对兵力造成了1伤害，也就是相对应的绿条和黄条。我们想击溃敌人，就必须把对面的组织度给打完，所以飞机也能同样帮助我们打完对面的组织度，所以飞机也很重要。我们同样可以在生产界面选择生产更多的飞机，只不过需要补充这个橡胶资源，只能找别人买，然后通过科研槽研究最新的飞机来提高我们飞机性能。因为39剧本开局就能对波兰宣战，所以我们直接跳过这个波兰的国策，然后我们再继续选择包绕马奇诺防线。这个国策点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打比荷卢。这边再强调一下，对人员杀伤是软攻，对装甲杀伤是硬攻。为什么我们只要求提高软攻，而不要求提高硬攻？是因为 AI 大量部队基本上都是步兵师，步兵师的装甲率为0。它只受到这个对人员的杀伤，而不受到对装甲的杀伤，所以我们只要提高软攻就可以全额打到这个 AI 身上。提高硬攻往往是多此一举，除非对面的装甲师实在是太多了。2个核心数据软攻和突破我们都说完之后，我们来讲一下如何提高这个软攻和突破。除了研究这些装备来提高装备性能，以及造满装备，保证我们这个战斗力是满状态，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 buff 来提高这些数值。首先第一个 buff 经验加成加 25%， 这个主要是我们部队是训练有素的部队，所以加了 25%。 一般通过战争计划下面这个演习，可以把我们的部队从这个训练出城或者乌合之众训练成这个训练有素，这样我们作战时会有额外 25% 的 buff。 第二个 buff 情报优势，这个需要我们向敌方派间谍，间谍需要在这边建立情报机构，然后派了间谍之后可以偷取一些计划，或者偷取一些陆军情报，或者我们在科研槽里面选择研究这个侦察机，然后用侦察命令去探取敌方的情报。第三个是空军支援，则需要我们这边空军是优于对面的。第四个指挥官技能，这个需要我们当前指挥官的能力数值以及我们元帅能力数值的一半相加而得出。第五个进攻方战术伤害，这个是通过我们侦察值高于对方时容易抽出更好的战术卡，从而造成更好的这个战术加成。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在内阁这个栏里面选择添加这个陆军的司令，比如这个装甲奇才以及我们的这个步兵部队大师。装甲奇才给我们装甲单位攻击加 15%， 所以我们装甲师的国家加成是 3%。 为什么和步兵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步兵师的编制是100%的纯步兵编制，而我们的装甲师编制是这个20%的装甲，所以这个额外加成要乘 0.2。 因为突破是我们进攻时的防御，所以国家加成里面的这个步兵单位防御会加到我们的这个突破里面。我们这边这支部队进攻的时候还有一个额外的加成，是这个作战计划加成，是因为它在这个战线上面原地站了一会儿，有了一些作战计划值，所以进攻的时候这些计划值就会转为我们的进攻加成。但是它这边也有一个减成，是这个地形修正减成，因为它打的这一格是森林，我们在进攻森林地形的时候攻击只能打出 85% 的效果，所以这边有一个-15%的这个减成，所以我们进攻时应尽量避开这些难以进攻的地形。为了保证我们有充足的产能，我们不仅要提高我们这些核心装备的生产使用的工厂数量，我们同时需要在建设里面盖更多我们需要的这些军用工厂。如果想让军用工厂盖得更快，那我们可以先盖民用工厂，因为民用工厂的数量决定了我们盖军用工厂能用到的工厂数量。同时我们可以通过科研槽研究这个
我们的这个生产速度，来加快我们装备的生产数量，以及我们建设的速度，来加快我们建造生产装备所用工厂的数量。当我们进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获得很多的陆军经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来提升我们的陆军学说了。德军的这个机动作战学说是提高很多突破的，突破和软攻都是我们的核心数据，所以我们可以不停的往下点来提高我们的突破。然后如果想提高软攻，则可以选择优势火力学说。如果我们觉得这些部队按照这个作战计划来走的话，不能打出我们想要的包围圈，那我们可以通过框 A 来实现。我们框住我们部分想手操的部队，然后右键它，就可以改变它的进攻方向。同时按住 Shift 键，我们就可以一直画下去，而不是选择最近的路线，可以让部队沿着我们画好的路线一直行动。如果我们想让一支部队进攻完了之后留在原地，我们可以选择按住 Ctrl 键，然后再右键敌人的兵牌，这样它的进攻线会变成蓝色。他打完之后会选择留在原地。我们现在框住这片地区的部队，然后右键，这边也同样一样，右键这片区域，然后这边右键这片区域。我们可以按住 Shift 键来实行一个很长的预操作，让部队能拐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夹击。同样，我们把这个进攻线换一下，给它换成穿插路线，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夹击。只不过这个集团军群我们是没办法使用穿插路线的。我们部队按照我们手动操控的路线行走之后，就会完成这个包夹，敌人就会被我们包住。当敌人被我们包夹之后，他们会进入一个缺补给的状态。同时，我们部队进攻时也会进入一个缺补给的状态。点开右上角这边的陆军概况，可以看到我们目前这个协行补给，它基础值是72，然后这个常规难度给我们加了36小时，也就是108小时之后，我们的部队就会因为缺补给而掉状态。同时，我们这个装甲师右边也会显示这个燃油消耗。如果我们国家储备的燃油用完，装甲师也会因为缺乏燃油而掉状态。缺乏燃油的话，可以试试在这个贸易界面向其他国家购买石油。缺乏补给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补给界面，我们这个铁路是否连通到最近的这个补给中心，以及我们补给中心的派发方式是否改为最先进的这个摩托化水平。也可以通过元帅或者将领界面把我们的补给设置成摩托化优先。改成摩托化优先之后，我们的后勤会告诉我们需要多少卡车，可以看出我们卡车数量是不足的，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生产这个卡车来运送补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删除自己的摩托化步兵师来释放一些卡车来运送补给。当我们沿海进攻的时候，我们会默认从这个海上运送补给，但是我们没有制海权的话，我们这个运送补给会非常困难，会导致陆上部队缺乏补给，所以我们要及时关闭这个海上运输。目前这支波兰军队因为缺乏补给，所以已经降低了很多的攻击力和防御力，所以补给至关重要。同时可以得出将敌人包围是一个有效歼灭敌军的方法。如果我们需要进攻一个与我们不相接壤的国家的话，可以通过登陆或者散将。登陆我们需要使用登陆作战计划，选择这个指令，然后左键点击我们出发的港口，在右键选择我们需要登陆的地点，推荐优先登陆港口，不然我们上岸之后无法获得补给。登陆需要研究一个前置科技运输船，且一级运输科技只能保证我们10个师登陆，超过了就不能登陆了。空投的话，则需要我们选中一个伞兵师，这个伞兵师的编制必须是有这个允许空投的标志。然后这个伞兵师所在的这个机场必须要有运输机，我们选择这个伞兵师，然后选择这个空投指令，
左键点击我们出发的机场，然后右键点击我们需要落的地点。这时候我们开启计划即可。如果空投不成功，那是运输机效率有问题。这个运输机会自动帮我们抢效率，任务效率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块任务效率高的地点，然后它会自动弹过去。这样的话，我们伞兵就落地了。好，主要教程都讲完了，大家用我刚刚讲的方法，把整个同盟国都击溃吧。只需要把主要国家的投降度都打成0，就可以进入谈判界面。好，我们今天来录一下东方的神秘势力啊，这个也是粉丝定制的。他的要求很简单啊，就是在我们不跑马校长的情况下，和这个校长合作抗日之后再成为酋长啊。关于这条线路我之前出过，但是这个粉丝就想看我打一把酋长，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玩一下。我们这边还是经典的老套路啊，就是开局不点国策，直接存政治点，把周围这几家能灭的先灭掉，毕竟他们这个是核心领土，尽早打到手上，我们就能尽早拿到这个军功。科技方面的话，主要还是把这个火炮给它研究了，然后再研究一个防空炮，我们后面好做这个中防空啊。这几个科技都挺重要的，反正就一个一个研究。开局不着急的话，可以先把这个产能给它提上来。关于这个科研速度，如果大家不着急的话，可以晚一点点。就这个无线电比较重要，其他东西其实我们暂时用不到，所以可以提前先把这个火炮给它点了。点数够了之后，我们直接正当，最快速度把周围这几家全带走啊。左右两家都开始正当化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点国策了。国策的话，主要还是先把这个稳定度给它拉上来，防止我们到时候爆一些不好的事件。然后就是开科研槽，这边正当化好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宣战了，然后再正当化下一家。因为是这个收复核心地区，所以正当挺快的。关于这个宣战，当然是越早越好了。比如我们现在才5月18号啊，这个 AI 只有2个师，我们打起来还是很轻松的，可以直接把它跑掉。如果需要攒经验的话，可以拿这个 AI 刷一会儿经验，不过我们这局不需要跑马，所以就没有必要去攒经验了。这个部队可有可无的，我们甚至可以现在就直接造一些这种便宜的部队。想快速出部队的话，直接开这个最高优先级就行。到了8月5号，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左边这家了。这边也是直接宣战啊。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可以正当化一下左下角这家，但是因为它这个正当化要的时间太长，我们来不及打，所以就作罢了。这边也是很简单的跑一下左边就行了。把这个部队找一块没人地，我们直接放出来，然后开跑。这边我们和苏联签了一个互不侵犯，主要是防止这个苏联派志愿军。不过现在这个版本应该不太容易派了。这边国策我们选择的是察境，这个选什么大家自己看着办啊。我一般都是选右边这个，因为左边这个对我来说提升的意义不大。到了这个11月15号，我们就可以对左边这家宣战。目前我们这个冰箱里面还有4个师没有放出来。直接宣战，然后找一个空的格子把这个部队放出来，我们再次开跑。这局没有造这个一营旗啊，
直接就用步兵师跑，其实都一样的。毕竟这个 AI 没有部队，我们几个师牵制一下就可以了。徐的师从侧面绕过去。如果大家玩的不是很急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刷勋章或者刷将领的。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个师有这个勋章了，待会儿是可以颁发一下的。这边主要有用的这个勋章就是这个杰出服役勋章给我们减 15% 的补给，这个有点逆天了。然后下面这个英雄勋章 10% 的 HP 也是很猛的。具体刷勋章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逮着几个这个首都来回踩就行了。打到这边我们就可以开始挂机了，因为已经到这个37年1月了，还有大概不到7个月我们就要开战了。在开战之前会有随机一个军阀去把这个校长给他逮捕逮捕之后我们就可以建这个统一战线了，然后我们再去帮这个校长防守。目前我们一共有17个师，这个部队其实已经够用了，毕竟我们这个装备产的比较慢，所以先不着急扩编，先用这17个师帮校长守一下。关于工厂怎么分配，我们主要还是以造这个炮为主枪的话待会儿应该是能找一些人要一下的要不到我们再造枪。这边我们的这个工厂不要闲着赶紧把这个铁路给修过来，虽然我们没有火车，但是赶紧把铁路修过来。然后科研的话可以考虑先研究一个火车了，毕竟其他东西也不是很重要，等这个计算机研究好之后我们立刻来把这个火车研究出来不然我们待会儿是没有补给的。多余的政治点我们先上一个奇才，废除地租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点这个政治线了。我们还是走这个比较正统的中间线这边走完之后我们再去点右边的这个邀请外国投资者。关于这条线没必要点，因为它这个我们不点到时候校长也是会和我们结盟的，所以点了也是浪费。如果我们一营师造的比较多的话是可以派志愿军过去吃一下黄金的，但是我们前期工厂太少了，这个黄金作用不大，而且我们待会儿也不缺这个陆军经验刷，所以也不着急派这个顾问去吃经验。这边还是简单把能改的都改一下吧，主要还是先把这个征兵法案给它改了，我们没必要开这么高的征兵法案。然后是这个经济，待会儿可以改成这个重视出口，毕竟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资源我们甚至可以开自贸。好，这边校长就被逮捕了，我们这边可以选一下，这边应该直接结盟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也省得搞那么多了，这样我们直接和校长变成盟友了。看看要不要把铁路修过来，他这边有铁路了，那我们连铁路都不用修了。关于帮校长防守的思路，我觉得我们守不守他自己都守得住我们就把自己这块地守住就行了。校长部队足够多的，到时候就看哪里被登陆了，帮他把这个登陆的部队吃掉就行了。这边我们炮造的已经够多了，可以先给这个主力师装上，主力师换成这个红心标志，先放2个炮兵，前期不太在意这个宽度问题，给它改成这个步兵单位吧。毕竟我们开的这个汉化的部队番号全看成这个守备军，看的不是很舒服。好，到了37年的7月就开战了，我们这边会被招进战争我们直接加入好了，就不浪费时间了。反正我们这条防线肯定是守得住的，这个不用太在意。主要是校长这边他会一直狂推，我们可以派一个军事顾问过去吸一点经验，毕竟他这个经验拿了也没有用。如果感觉校长守不住的话，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后面用来守港口的部队放过来帮他堵一下。我感觉校长应该是守得住的，但是我们过来蹭点经验也无伤大雅，毕竟他这个不缺补给缺补给我们就拉走就行了。现在我这个火车需求竟然是0，待会儿要火车的话，等我们研究好之后去强点火车来就行了。这个整顿风纪点完之后，其实下面这几个不太重要，我们可以先去点右边的这个邀请外国投资者了。
看看能不能跟这个法国要3个军工过来啊。他这边国策是给我们增加3个地图外军工的，我看看能不能要。然后先开一个总动员吧。我真的绷不住了，他明明只是北京掉了，他直接把花园口给决堤了，这个蠢驴设计的是真的有点逆天的，哎，真的服了。早知道我早点把部队放过来了，也不会出这种事了。现在我们这部队过来直接缺补给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明明是在这边洪水泛滥，导致我们前线缺补给了，我有点绷不住了。可能还是因为我们这个没有火车的问题，把这个火车研究好了再说。因为这个国策要和法国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提前先改善一下关系啊。等这个关系高了，说不定就能把这个3个工厂要到了。火车好了之后，我们直接征用民用火车。这个火车要到之后，我们补给就满了。现在这个红色势力给我们捐枪了，看看能不能再要一点，毕竟比较缺这玩意。这个唐土瓦是没有的啊，苏联也没有，这个就没有办法了。炮有没有啊？炮也没有。关于这个日本 AI 是有设定的，如果玩家来玩校长的话，他会提前登录，但是校长是 AI 的话，他就不会提前登录了，所以前期不用着急去守港口。我们防空炮研究好之后，可以直接开始做这个中防空了。不过这个低级的底盘可靠性可能有点差。如果需要提高的话，可以塞一个这个湿式弹药架，但是会加这个造价，这个大家自己看着办。我感觉勉强可以用啊。这个版本日军还是挺能冲的，不过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影响啊，毕竟我们的工厂在下面，上面被他拿了其实无所谓，这些地本来就是引诱他进来的。我们现在上一个陆军大师啊，加一下攻防。学说的话不着急点，可以先上一个你死我亡。这局学说就玩人海了，没什么好说的，毕竟这个人海比较适合我们这种人力多的国家。这个对法师好点完之后，立刻确保一下河内交通线啊，这3个军工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毕竟我们本身就只有8个军工。我们这边直接摊一点啊，直接开自由贸易，把我们这个产能先拉上来啊，毕竟我们自己没有产任何资源的。好，这个河内交通线点完之后，我们这个军工又多了3个啊，这个3个军工可太重要了，我们赶紧多拉一点炮和枪。现在开了自贸之后，资源也不是很缺，产能倒是上来了。接下来的话，这个法国其实没什么好点的了。这边如果选择工兵部队的话，可以拿一个5点潜豪上线；如果选择这个军事特派团的话，可以拿25点空军经验和这个一个上将。虽然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但是白嫖的东西还是香啊！我来试一试，看看这个潜豪上线是不是真的给我们加了。这边闲得无聊可以开个间谍，但是我对间谍不是很感兴趣啊。我们可能造出来也就是放2个在这边压一下计划值。好，这个工兵部队点完了，我们确实获得了这个5点堑壕上线啊。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部队，它这个堑壕值还是0啊，不知道到底加到哪儿去了。正面的部队有没有加呢？也没有加，那可能就是当我们有这个工兵连的时候会加。我们现在库存里面装备已经很多了，再等一会儿我们把这个部队全部改成这个7步2炮1中防空，就可以开始反推了。这集我们就先录到这儿吧。我是没想到校长北京调的这么快啊，如果早点过来帮他填线的话，他就不会调北京了。这个大家如果不想丢地的话，可以早点把部队拉过来。